大家好，这里是看的说，我们今天的话题继续围绕腹肌展开。在上期关于腹部外观的话题中，我讲了，要想有个完美的腹部外观，就需要做好两件事：一、低脂肪；二是不要训练表层腹肌，从而就遗留了深层腹肌的问题。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深层腹肌，也就是腰腹核心肌群的问题。深层腹肌或者说是腰腹核心肌群，从上往下依次是多裂肌、横膈肌、腹横肌、腹内斜肌和骨盆底肌这5个肌群。这些核心肌肉对于身体有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在日常生活方面还是运动表现方面。在日常生活方面，第一就是带来良好的身体姿势。核心肌群有助于保持骨骼处在正确的位置上，防止身体出现过度前屈或后仰，让脊柱保持自然曲线。所以这可以预防脊柱和关节问题，减少各种肌肉疲劳，同时改善身体外观体态和整体功能。第二，提供躯干的稳定性，使身体保持平衡状态。由于腰腹部连接身体的上下肢体，因此强健的核心肌肉可以有效地防止身体在日常生活中出现过度的摇摆和失衡，从而降低受伤的风险。也就是说，核心肌群功能好的人不容易摔倒。第三，包裹并支持内脏器官。核心肌肉包围着腹腔，在收缩和处于紧张状态下，有助于支持和固定内脏器官，例如肝脏、肾脏、肠道器官等等。这既可以维持内脏器官的位置，又可以保护它们不受到外力的冲击。以上是核心肌群对于普通人的作用。对于运动人群，除了以上的功能外，还有2个其他的作用。第一，就是在稳定性的基础上建立更高的肢体敏捷性和运动准确性，尤其是在多次和快速运动时。在很多运动中，例如篮球、足球，就是需要在保持平衡的状态下频繁转向。核心肌肉的稳定能力决定身体敏捷和控制能力，直接关系到运动表现。第二，就是传导力量。核心肌肉是全身力量重要的传导中枢，它们通过连接上下肢和躯干，将产生的力量传递到身体其他部位。例如，不知道大家是否留意过，在拳击运动中，打重拳时，拳手会出现后腿蹬地的情况，这就是借助下肢力量增加上肢力量的技术动作。如果核心肌群强壮，来自下肢的力量就会被快速的传递给上肢，而且很少出现浪费。因此，参与高强度运动时，强大的核心肌肉是必不可少的。在中国也有相关的说法，叫做丹田之力，其实就是核心传导力量。再例如，你和一个核心力量强的人相撞，你会感觉到被强大的力量碾压，即使对方没有用四肢触碰你，你仍然可能会摔倒。这就是对方核心肌肉串联出来的力量感。通过以上的讲述，我想大家都知道了核心肌群的重要作用。所以结合我上期视频的观点，如果你为了追求完美的腹部外观，你应该做到低脂肪和不训练表层腹肌，但是你不应该荒废腹部核心肌肉的训练，因为核心肌肉无论是对你的体适能还是对你的体能都有全方位的帮助作用。每一个人都应该做腹肌训练，但是记住，该做的是腹部核心肌肉训练。那么除了腹部核心肌肉，还有哪些肌肉也属于核心肌肉？核心肌肉的训练方法都有哪些？都有什么特点？我将会在后面的视频中给大家介绍，敬请关注。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深层腹肌或者说是腰腹部核心肌肉，它们分别是多裂肌、横膈肌、腹横肌、腹内斜肌、骨盆底肌这5个肌肉群。腰腹核心肌群强壮，可以给日常生活带来良好的身体姿势，更高的躯干稳定性，内脏器官支持稳定作用，同时可以为运动表现带来更好的肢体敏捷性和运动控制能力，更强的上下肢传导力量。因此，无论是对于普通人群还是运动人群，都应该关注并训练深层腹肌，提高腹部核心肌群的功能和力量，这是体适能和体能都需要的重要指标。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